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共修学习。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转个念头几秒钟啊，做足准备几年功啊。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幸福快乐，所以呢，幸福快乐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那目标既然这么明确，要靠什么方法去达标呢？一言以蔽之的，就是幸福是目标，转念是方法。方法就是靠转念。可不可以幸福啊？跟能不能转念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方法用对了才会快速达标啊！以前我们有讲过嘛，不是爱拼才会赢，是拼对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啊，是拼对才会赢啊！拼对就是什么？用对方法。那要用对方法之前呢，要先观念正确，因为观念正确，则想法正确；想法正确呢，则态度正确；态度正确，则做法正确；那做法正确呢，则表现良好。那表现良好了，就是命运改变。就是转运的啦，所以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就要种植观念因为观念是一念心改，一念心转万境转那一念也会改变一生正确的念头会改变一生。不正确的念头呢，也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正确的念头要能够把它巩固好，那不正确的念头呢，要把它转过来。天堂地狱是一念之间嘛，佛境魔境也是一念之间净土秽土也是一念之间，顺境逆境一念之间，辛苦幸福也是一念之间，痛苦痛快也是一念之间。讨厌跟欢喜一念之间，烦恼跟感恩也是一念之间等等都是一个念头呢定江山所以只要我们把念头定在正确的位置，把这个位置摆对了，那我们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讨厌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欢喜我们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烦恼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感恩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困难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简单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念头摆对了位置则问题再怎么艰深答案都非常的简单，因为转个念头只是几秒钟而已但是要做足准备呢，却要好几年功几年功的意思就是要持续跟累积要有这样的功夫才会见效也就是一般人讲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运动健身也是这样的道理，因为我自己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慢跑啦、快走啦、重训啦、仰卧起坐、伏地挺身这个我20年来是没有中断的所以不止佛法要生活化，运动也是要生活化。佛法生活化，所以无处不到场。那运动生活化呢，所以处处健身房这是我的体会那闻法求法的道场呢，不是在佛堂里。同理，运动也不是只有在健身房才可以，处处都是健身房房间也是健身房闻法跟运动呢，都是要先能够方便去做。那有方便呢，才有办法持续；有持续呢，就能够累积；有累积就看到成效了嘛，好像经验的累积一样的意思嘛。智慧的累积、经验的累积、能力的累积这个累积出来，到最后发挥出来，看到效果嘛，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有人会质疑说，身体不健康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正言上人说，不求身体健康，
但求精神敏锐啊。话是这样讲没有错了，但那是高深大德的境界了啊。对凡夫的我们来讲呢，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凡夫在身体健康的时候，精神都不一定很敏锐啊。不健康的时候，尤其是生病的时候，怎么会更敏锐呢？是吗？也有人呢，很固执的说，很铁齿、很铁气的说啊，喜欢运动的人寿命也不一定比较长啊。这样讲也是没有错了。寿命长短呢，跟运动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即使他生病了，他康复的能力会比没有运动的人强很多。同样嘛，新冠病毒确诊者当中，有运动习惯的人呐，他复原能力会比较好啦。甚至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因为身体比较健康，所以他抵抗力强而比较不容易被感染这是很简单、很清楚的道理所以保持规律的运动呢，也是要跟生活结合叫做运动生活化我们这个读书会呢，直播2年来呢，已经播到了100多集的啦这次已经是110集了，中间没有中断过了这也是过程中呢，不断的持续跟累积才能看到成效，一样的道理所以不管是做事啦、学佛啦、文法啦、行善啦、运动啦等等都需要持续跟累积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所讲的，做足准备要几年功看到别人的据点在分享很丰硕的慈善成果，那是多少心血跟时间的累积，要了解它的背后是多少时间的持续跟累积你看别人反应很快，转念很快才几秒钟他就能够雾散云开见青天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人家背后做足准备是花了多少的心血跟时间所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块铁要让它成为钢必须经过千锤百炼才会炼铁成钢一块玉要让它成为玉器必须经过千雕万琢才能琢玉成器一个人要让他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并且能够赋予他重任，这个就必须让他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先给他这些磨练才有可能也就是让他呢尝一尝事与愿违的挫折感，不要让他太称心如意不要让他太心想事成，要经过这个阶段的试炼跟洗礼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才有可能看到松柏或凋于岁寒也才能看到梅花越冷越开花就是这个道理。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成功也不是一触可及功夫也不是3年5年学成的要成就一件事情，必须在观念正确之下，再经过长期的持续跟累积，才会看到效果就像我们平常讲的说，一善破千灾嘛鼓励大家来行善嘛，因为一善可以破千灾嘛这个如果没有详细解释的话，大家会误解说我行善一次就可以破1000个灾没有那么容易的这个不是说行善一次就破1000个灾，没那么简单。他的意思是说要持之以恒的日行一善，持续跟累积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破千灾，是这样的意思同理顿悟也不是一夜顿悟的，成佛也不是一夜成佛的都是要循序渐进并持之以恒经过不断的自修、共修、渐修，时间到了才有可能顿悟
有一些人呢，行善布施，出钱出力，他会怀疑，怎么都没有看到破千灾呢？出钱出力啊，怎么都没有看到破千灾呢？其实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啦。以前我们有讲过啊，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详细解释过啊，今天我们就不再详细解释了。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就有看到这种现象，那不能怪老天爷不公平，都是其来有自啦，其中必有缘故啦。什么缘故？跟过去生的前世因有关呐。其实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第41讲，那个主题叫做“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啊。这一讲里面呢有详细的解说，各位可以去看去参考啊。有准备都不一定会成功啦，没有准备的话，那更不可能成功啊。不过有准备的话呢，至少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你先有机会，先拿到机缘再讲。那要转个念头的道理也是一样啊。平常就要训练转念跟转境的功夫，转得很习惯、很自然，就会越转越顺啊，好像行云流水一般啊。不管怎么转，转到最后都可以逆来顺受，顺来看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转，殊途同归，最后就是达到这个境界，叫做自转法轮，自转乾坤，命运靠自己转变的意思的。那懂得自转，就会心轮转，自转心轮心先转了啊。自转就是心轮转啊，法轮就会跟着转。那法轮转呢，智慧就生。这样要转任何的境界就比较不难呐。法譬如水法要像水一样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流动，才会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啊。这样才是活水，也才是法水啊。所以法不但譬如水啊，法也譬如车子啊。车子动，那车轮跟车跟着动，那车轮动，车子也是跟着动，两者是互相牵动。同理，你心轮转，法轮跟着转，那法轮转，心轮也是跟着转，两个也是互相互动的，彼此互动的。所以念头转，这个跟车轮转、心轮转、法轮转，转来转去，道理都是一样通，叫做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只要念头通，人生的路就自然通。念头如果转不过来，那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啊。念头如果转得过来，那就是柳暗花明好多村，不是只有一村，好多村，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所以转念的功夫不是一天可以学成的，必须从小事开始学起啊。近世语有讲嘛，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同理，小事的念头转不过来，更别谈要转大事的念头啊。有一位志工发心呢筹组了一个群组因为他很热心经常就上传一些那个文章啦，或者讯息啦，或者是那个上人的开示等等跟大家分享。由于呢长期以来呢，他都以版主自居，这个群组是我设立的，所以我是版主这个自居。因此呢，只要这个群组里面有人退出，他就非常在意，他就感到非常的挫折感。为什么你要离开？就会这样子想，那心情也会被他这样的影响嘛。那这样的现象呢，反复的发生。有一次呢，我利用一件事情的因缘善巧的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去提醒他，就跟他说，说群组里面有时候呢有人加入有时候有人退出这个跟修行的道场一样信众也有进有出，是一样的，各有因缘呐。这是很稀松平常的自然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视之，以平常心看不平常之事，才会事事平常啦。
也才会见怪不怪啦。常常觉得别人很奇怪，其实是自己的念头在作怪了。我就继续跟他讲，修行之路是公修公德啊，婆修婆德啊，兄弟登山啊，各自努力啊，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群组是大家交流的平台是大家所共有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专有，没有所谓的版主，即使有，也是人人都是版主，人人都是这个道场的主人一样的意思啦。这个观念要清楚了，才不会自惹尘埃，自寻烦恼啊。所以我们把它观察起来身心都随时处在最佳状态的人，或者身心都处在巅峰状态的人也好，要转念就比较容易啦。因为体力会影响脑力啊，脑力会影响心力啊，所以才讲这句话：身心都处在最佳很好状态的人呢，他要转念就比较容易一点的。因为这样子的人呢，他感受很清楚，他感觉很敏锐，很容易跟正法相应。你讲的正语、法语、正法，他一听马上摄，马上就感应，不会说鸭子听雷听雷也听不会或者无动于衷，不会，他马上有反应，这就是一种相应。那这种人的起心动念也比较不会偏离正道，因为邪的跟他不相应，正的跟他很相应。他这种人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很容易以正破邪那这种人要转念就比较转进就比较容易一点了。相反的，心中没有正法的人呢，比较容易怎么样？昏沉散乱心中都是不是正向、积极、肯定的都是负面的、消极的、灰色的，都是这种嘛。所以心中没有正法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昏沉散乱那不要说要去以心转境你还会随境流转就像刚刚讲的，一个人退出群组或一点小事，都会在心中起涟漪、起波澜，心浮气躁，动荡不定这样就是心有旁骛，杂念很多，这样生活要清安自在就比较困难了。现在我们来谈什么叫做念头。你就转个念头几秒钟，那个念头，念头就念头，有什么好解释的？人生学不完了。念头，各位听听看，念头是什么意思？念头就是人的大脑不断产生各种想法、情绪、回忆、记忆、思考、主意、构想等等，这些出现在大脑里的第一个瞬间，就叫做念头。瞬间，强调瞬间，因为念头起起伏伏，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又变这个叫做那个瞬间，这个起来，念头起来一个念头往往出现和消失是在一瞬间的，起来跟消失的一瞬间的，这是讲凡夫的是如此也就是呢生住意灭的不断循环，所以凡夫的念头是此起彼落，生灭不已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其实作怪的都是自己的念头而我们也会很清楚，所升起的每一个念头，我们都很清楚什么念头出来了甚至把这个念头呢化为行动人不可能没有念头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会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心灵世界的叫做什么？一切唯心造，就是万法唯心造嘛如果只是有念头而已，但是没有身跟口的付诸实行，这样的业还算是很轻微的啦，还好，很微弱的。只是有念头，没有身跟口的付诸行动。相反的，恶念起来了或杂念起来了，不但转变成言语这个恶念变成恶言那这个不但念头化为行动了，化为言语了，
甚至还付出行动，不止嘴巴，手脚都付出行动了，那这个业就大了啊，那就会看到什么恶行嘛，因为恶念化为行动，恶行嘛。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随时启发善念，启发正念，然后巩固善念，巩固正念。啊，这个就像《近思语》里面所说的：“地上种的菜，就不易长草；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恶。”听起来很简单啊，道理很深啊。同理，佛法的智慧也告诉我们，不必刻意去压制恶念，或杂念，或妄念都好，强化善念跟正念就好。因为善念强，恶念就弱；恶念强，善念就弱；正念强，邪念就弱。邪念强，正念就弱。拉拔牵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骑2匹马，也不可能同时呢坐2张椅子嘛。像我现在这样做，我不可能同时坐2张椅子啊。我坐这张，我就不能坐那一张了嘛，对啊。那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说2句话，一次只能说1句。你要说第2句，就跟着下面，不可能同时间嘛，对。那同理啊，我们的心也不可能的同时去想2件事情，不可能的。我们讲一念之间，不会讲2念之间的啊，一念2念也是有前后嘛，一念就是同时，就是那一念而已。所以我们的心不可能同时去想2件事情。所以同一个时间呢，只要我们的念头是善念的，就没有时间起恶念了。同一个时间，只要念头是正念，就没有时间呢生杂念。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啊？念头来自我们的心，而心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主人啊。身跟口是仆人，是佣人呐。心中有什么念头呢？身跟口就怎么配合演出。所以身口意这3个3合1的组合呢，就是我们造业的3个门户。我们佛教不是讲吗？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业就是透过身口意啊，这个3大门户呢，所造作出来的行为啦。所以造业的主人翁就是什么？身口意3业。造业的这个主人翁啊，这个指挥官呐，就是身口意啦。口说好话，别人听到；身行好事，别人看到。但是心想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用冰山来解释，大家会更清楚。啊，我们看到那个电视影片里面，北极很多冰山嘛，对，啊，那我们眼睛看到浮在水面上那个冰山呢，其实是整座冰山的1/10而已啊。那9%的冰山呢，是在水面下面，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所以身善跟口善呢，就是浮出水面上1/10的冰山呢，在水面下9%这么多9%看不到的冰山，那才是人家看不到的意业啊，念头啊。可见意业虽然别人看不到，但却是影响言行造作的关键所在啊。因为没有水面下的9%，哪有水面上的1/10呢？啊，每个人都是随时在动念头啊，就好像这个猿猴一样啊，不断的跳跃，也好像什么快马一样，不断的奔跑，难以控制啊。这个现象叫做心猿意马啊，魂不守舍，见异思迁呐，啊，这是我们凡夫的念头了。那这个是跟业力有关，所以念头也是来自业力啊，不只是我们的行为造作，因为行为造作是来自我们的念头嘛，所以这个是有联动关系的。所以念头也是来自业力的，好的念头是要靠善的业力来牵引的，不好的念头是靠
恶的业力来牵引。坏人要做坏事，也是要先有坏的念头啊，再将恶念化为恶行嘛。刚刚有讲嘛。好人要做好事，也是先要有好的念头啊，再将善念化为善行嘛。所以有业果，一定也是有其业因呢，也就是透过业力所牵引而产生的念头，再透过念头产生言行造作。这个刚刚讲有互相联动的关系啊。善念跟恶念的背后，也各有它的业力在牵引，也就是善恶在拔河。我们常常讲的，而念头在善恶拔河的过程中呢，如何能确保这个善念最后是立于不败之地呢？善念会赢呢？啊，这个就要靠什么？自转法轮。善恶正在交战，在纠缠不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念头立于不败之地，就是保持正念不被影响。这个要靠自转法轮的功夫啊。那能不能自转呢？是成败的观念呢，看你转得过来，转不过来了。自转的意思就是超之在我，由自己主导。自己转法轮就是自己转念头，转念头转。业力就跟着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改习气，转业力嘛。我们常常讲嘛，所以转业力跟转念头两个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的嘴巴呢，习惯性的爱讲一些负面语言呐，我们生活周遭就看到这样的人嘛，因为他心中充满了负面的念头、负面的思维的，那这样的念头也是由他的业力所牵引。造成他常常会起这样的念头啊。以前我有一位朋友每次在工作上呢碰到人事瓶颈或意见不被上司采纳，他就会很不开心的说：“哎呀，东家不打打西家啦，或者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好像讲起来好像很有学问的，但是他讲的这些话都是负面的句子。虽然他并没有意识要离职但就是嘴巴讲这些话，每遇到别人不认同自己的时候呢，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潜意识的那种自卫的心理的，认为都是别人不对，我是人才，但是你不会用，都是这样子，都是别人不对，因为不开心呢，自然造成他身世也不会柔和嘛。不开心的人脸色怎么会好看？就是不好看啊。那你脸色不好看，那当然就无法跟人家结好缘，人家也不想亲近你嘛。对，这位朋友呢，他学历高，能力好，责任感也很重这都是优点自尊心也很强烈。但只要呢事与愿违他就会很自责。只要事情没有做得很好，没有达成他心中所想的那个结果，他就会很自责。然后加上想法又负面消极多多少少也会产生自卑的心理虽然他这个很多这个诗词朗朗上口但是他讲的这些话都是一些负面跟灰色的句子。所以什么样的语言决定什么样子的人生，而要说出什么样子的语言，这也跟自己的念头是有关所以以前我们有讲过嘛，你说好话就是祝福别人，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因为你的耳朵离你嘴巴最近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嘛所以我这个朋友呢，他会怀才不遇的，诸事不顺的，也是他这种负面跟消极的念头所引起的。因此呢，我送他一本书，我看他这样子，我送他一本书《近思语》，我送他还有一本《论语》，《论语》也是很好然后我就以孔子2句话跟他说了，这2句话我在直播里面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是生活的智慧。我用2句话跟他一起共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意思是这样子嘛，我用这句话跟他共勉后来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晚上我去一间学校呢演讲那他文峰他也去听了。那他就找机会跟我聊，他说：“等一下跟我分享他最近的心得后来
演讲完了之后有空档，我们两个互动一下啊。他跟我说：“那个季师兄，我跟你分享一下啊，我的心得。”他把它化成简短一句顺口溜。他说：“人人均是才，只有我不是。谦卑用心学，处处留人处。”我一听，不一样了呢。这句话很积极，很正向哦。本来认为自己是人才啊，只是别人不会重用啊，自己是怀才不遇，遇人不淑啊。现在不是哦，现在变成人人均是才哦，只有我不是哦。心态改变了，念头改变了。以前是无奈的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啊。好像说，你不喜欢没关系的，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用看你脸色了，意思是这种心态嘛。现在是海阔天空的，处处留人处啊，到处都有留我之处啊。念头不一样啊，说出来的话也不一样啊。你看，念头是正念的啊，讲出来的话就充满了正能量啊。所以，如果常常是悲观跟负面的念头，这个就等于在诅咒自己、唱衰自己啊！如果常常是乐观正向的念头，这等于是分分秒秒在祝福自己、加持自己啊！这样这两种人的命运就好坏立判了嘛。所以不必去靠别人帮我们算命，更不可能靠别人帮我们转运，自己就可以做到智者运命了，也就是自己操纵自己的命运了。靠什么操纵？靠正念，正确的念头。那靠什么操纵呢？靠转念。刚刚不是讲吗？幸福是目标，转念是方法。方法就是转念头。那这个就是他的思维嘛，正思维嘛，正确的观念的。心的清净呢，不是强调没有念头我们要学佛，心要保持清净嘛，对不对？那心的清净不是强调没有念头，这个很重要。或不要起心动念，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万法唯心造嘛，唯心造就是一定会有起心动念的嘛。不过要注意，后面接下来呢，这一句是重点。既然必须生心，那就要升起无所住之心，还是要升起一念心呢？如果不生心，如何得妙用呢？那我们平常讲，要多用心，多用心，多用心也是要升起一念心，才有心可用啊。不生心，如何用心呢？对不对？要用心，也是要先起心啊，起心动念啊。所以不是说起心动念就不好，看起什么心，动什么念。还有一个道理，同理的一念不生啊，一念不生不是压制念头或一个念头都没有。刚刚讲不可能没有念头嘛，所以意思不是这样子哦。一念不生的意思是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一念不生不是没有，是念头起来了，你不跟着它，你不执着在它，叫做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非常的绝妙啊！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智慧，意思是有起心动念，但不会执着在那个念头，不管是好坏啦不但不执着在那个念头，反过来还要借力使力。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不生心，焉得妙用呢？若不生心，焉得妙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你不但起心的没关系，不管好坏，我要善用你，妙用你，叫做妙法如果没有生这个心，你怎么去妙用它？没有这个力量出来，你怎么去借力使力呢？你要借力使力，也要有那个力量出来啊，那个念头出来，我们才能够妙用它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刚刚讲的这一段呢，就比较深一点的但是只要我们先静下来，深入去体会，应该不难去理解。任何一个维系的念头维系的念头生出来的时候呢，都有生住意灭4个阶段刚刚讲嘛，所以念头还是会此起彼落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些
此起彼落的念头呢？念头这么多，怎么去应付它呢？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一帖药叫做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句话学佛的人大概都知道了，对。不怕念起的这个念呢，主要指的是什么？杂念、妄念、恶念、邪念等等，这个要靠正觉来对付它。意思是说，你不必刻意压制这个恶念或杂念或妄念，念头起来了，但是这个念头不是很好的啊，你不是啊，我要压制它，不必去刻意压制这样子的恶念跟杂念，你只要赶快升起正觉就好。正觉一起，恶念自动消失，你不用对付它，它自己会消失的，就好像太阳升起，黑暗自动消失一样的道理。我们凡夫啊，烦恼多啊，有一部分是跟什么？跟自己很爱对号入座呢，或很爱钻牛角尖的是有关的。有人就问上人啊，问正言上人啊，请问上人，你会钻牛角尖吗？上人回答说：会啊，我也会钻牛角尖啊，但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是钻进去就跑不出来啊，我是钻进去马上就出来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呐。迷者是在是非中落入是非，觉者是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迷者是在烦恼中落入烦恼，觉者是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迷者跟觉者的功夫就差在这里了。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了。成一切相即心呢，离一切相即佛了。前念不生即心呢，前念是指来娑婆世界行菩萨道的那个念头，也就是出发心呐。那不生呢，是指要来娑婆世界行菩萨道的那个念头呢，不必一直挂在嘴边呐，做就对了啦，不必一直提那个念头，叫做不生。好，那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一听就懂。几年前呢，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呢发生很大的水灾，那台湾本会呢要派一个勘灾团呢过去协助，领队的一位资深志工呢就跟上人说啊，我们这趟过去呢，要先去见市长或见省长，还要透过呢关系去找人安排上电视啊，当地的国营电视让当地政府呢知道慈济要来赈灾。上人一听啊，马上当中就开始说见什么长都不重要，既然要去勘灾，最重要的是见到灾民啊。接着呢，再强调一句说，不要借赈灾去宣传慈济。我在旁边一听，有点不解呢，为什么不要宣传慈济呢？但几秒钟内呢，立即回神过来啊，马上了解了上人这一句开示的意涵啊。上人讲啊，去勘灾或救灾，不要刻意宣传慈济，因为你刻意宣传就是心已着相啊，这样就是心地不清净了这也不是修行的理念。那其实呢，即使没有宣传人家一看也知道是慈济的志工团队啊，因为你穿的那个制服嘛，一看就知道嘛。所以上人讲这句话是充满了禅机跟智慧这个就是前念不生。好，那即心不是讲刚才讲一个什么那个前念不生即心嘛？即心就是什么？就是如不动的真如之心，也就是佛心。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即心不是即，我们常讲即心即佛吗？学佛不就这四个字吗？即心即佛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意思啦。所以即心就是如不动的如来之心，就是佛心。那第二句我们讲什么？后念不灭即佛啊。刚刚讲前念，现在讲后念。后念字是什么？后念说：哎呀，我们来娑婆世界，我们还要读法华经，行菩萨道，还要读法华经，还要诵楞严咒，行菩萨道的那个菩提心念，这个叫做后念。行菩萨道的菩提心念，这个叫做后念。后念不灭，那不灭什么意思？来娑婆世界读法华经、诵楞严咒、行菩萨道，这个念头不灭，保持不灭，不停退，不变动，不被污染，这个叫做不灭这个道理非常的好后念不灭即佛，这样就是觉悟的佛了啦。
合起来就叫做后念不灭即佛。那用一首偈来说明这2句话呢，大家会更清楚啊。念念从心起，念念不动心，念念心头过，念念不留痕。简单讲就是船过水无痕，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风过竹林不留声那不留影也不留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诸法空相，回归到佛法空相。但真是诸法皆空吗？也不尽然，因为业力跟因果不空。佛法讲诸法皆空，但是要有一个附带条件，因果跟业力不空。那这样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啦？其实就是有而非有，空而不空，真空非空，妙有非有，这就是真正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意境啦。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空有两相，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这些都是很美的意境。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哇，这意境这美，这么美，哎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嘛，对，现在不能再讲说，不能只是讲说心向往而已啦。我们还希望能够把它做到啊，这个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极乐的天堂跟极苦的地狱呢，都只在一念之间而已啊。只要我们积极，我们精进不懈努力不断只要有做足准备的几年功，一定可以做到转个念头几秒钟。对，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感恩大家，也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